毛野的触手攻向沙老师，不断的咆哮着让他去死，然而他本人却更想要死了的那个。大家当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毛野被触手侵蚀，沙老师在战斗的空隙分出分身和大家通气，他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拔掉触手，不然毛野就会被吸走生命力而亡。但是现在毛野的杀意和触手保持一致，触手的根部紧紧附着在神经上，无法分离，所以沙老师决定在战斗中兵行险招，故意让毛野击中自己最大的要害，趁触手杀意减缓之时，让他们想办法转移走毛野的注意力，使毛野暂时忘掉暗杀，触手和他的连接就会在那一瞬间断掉，到时候就能以最小的伤害拔出触手。然而在此期间，沙老师的要害会被一直攻击着，他活下来的概率也只有一半。说的容易，但是要用什么方式？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朝天倒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战斗中，沙老师已经故意露出破绽，被毛野刺入心脏，得手的喜悦让毛野放松了警惕，随后就被沙老师的触手禁锢在怀里。朝天走了上来，二话不说，摁着毛野的脑袋就是一顿亲，惊呆了围观的同学们。好家伙，你一个大男人学比奇的绝招干什么？15连击的深吻，亲的毛野头晕目眩，当场昏迷。沙老师也成功将触手摘除。而就在受伤的沙老师修复心脏的时候，一发子弹差点射中他。白先生带着一个全身黑衣的男人出现了。白先生摘下蒙面，露出真容，并声称沙老师夺走了他的一切。而沙老师明显也认识他，并称呼他为柳泽。柳泽叫做黑衣人，发誓要在3月之前杀了沙老师。不久后，毛野醒了，面对大家的关心，毛野非常愧疚。他一开始的确只是想杀了沙老师，但是在和沙老师相处一段时间后，他的杀意动摇了，开始认为沙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，但是触手的杀意却开始膨胀，不允许他有半点犹豫。1年里，所有人都在愉快的暗杀，却只有他一人沉浸在仇恨之中。朝田相信毛野和大家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并不是在演戏，他帮朝田扎起了头发，帮沙老师取了名字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，他都是组成这个班级的一份子。沙老师承诺等人都到齐了就告诉他们真相，大家也都是知道沙老师做的事不可能都是对的，但是不管沙老师有着怎样的过去，只要是事实，他们都会接受。如果可以，沙老师其实到最后也不想说出自己的故事，但是他更不愿意失去和学生们的羁绊。暑假在冲绳岛的时候，吴坚曾对比基做出过这样的评语：越优秀的杀手，知识越渊博。这句话非常正确，这是沙老师第一次当老师，但即使是第一次，他也非常轻松地胜任了所有科目的老师。这是为什么？大家都愣住了。没错，沙老师在2年前是被称为死神的杀手，不是被吴坚打败的那个死神，而是真正的死神。而且就算放着不管，他也会在明年3月死去，是一个人死去，还是和地球同归于尽，通过暗杀教室改变的未来，仅此而已。超人生物终于诉说起了自己那不为人知的过去。他出生于贫民窟，从小到大唯一相信的真理就是人被杀就会死，所以他成为了一名杀手。在杀死1000人之后，他成了死神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就被白先生，也就是柳泽抓进了实验室，成为小白鼠，接受人体试验。虽然能够轻松逃脱，但是他为了获得超乎常人的破坏力，还是主动接受了试验。而他的监视人正是毛野的姐姐，一般的老师村雪亚久里。村雪是个非常活泼天真的女孩子，就是衣品差得要命，挑男人的眼光也差得要命。未婚夫柳泽非常看不起她，动不动就要拳脚相向。死神一开始只是想利用雪村，利用声波震荡击晕了一次对雪村动手的柳泽后，两人逐渐成为了朋友。雪村要给学生们出考题，他就在一旁帮忙。雪村笑他比自己更适合当老师。死神说要是工作需要，他甚至能胜任大学老师，但是他却并不适合为人师，他唯一的学生背叛了他，直接导致他被抓到了这里。雪村说自己理解那位学生，他大概只是想让老师一直看着自己而已。不断的试验下，死神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的体内蕴含了巨大的能量。柳泽当然不相信这位被称为死神的杀手就会真的如此顺从。雪村就是他安排在实验品身边无用的弃子，即使知道了自己是牺牲品，知道了死神正在变成非人类，但雪村依旧温柔地注视着他。对任何人都不曾露出真面目的死神，第一次发现原来被注视着是件如此开心的事。仅需0.1克就能释放出核爆威力的反物质。柳泽研究的是将反物质粒子的加速周期和人体生物周期结合，使持续生成反物质成为可能。传说中的杀手死神每天都要接受这样的实验，体内的反物质将他的身体组织变成了柔软的触手。柳泽恐惧这些可怕的触手，不仅再一次加固了束缚台，还将危险的监视工作全部推给了雪村。于是死神和雪村的感情不断升温。1年之后，他们知道了对方的一切。雪村喜欢上了死神，为了纪念他们相遇1周年，他买了一条土到掉渣的项链送给了死神。柳泽要他辞去老师的工作，专心做全职，但是雪村不愿意。他非常喜欢当老师，非常喜欢自己的学生们，即使他教的是最差的一班，只有死神一直在支持他。他多希望能触碰到死神，但只要这堵墙在，他们就永远无法触碰对方。死神从对话口伸出细细的触手，抚摸上雪村的脸颊，不知不觉，他虚假的笑容已经变成了发自内心的笑。可惜没过多久，柳泽发射到月球的实验小白鼠细胞分裂超出极限，
现，释放出的反物质炸毁了70%的月球，而将数据导入人类的周期后，明年的3月13日，体内满是反物质的死神就会和小白鼠一样爆炸，和地球同归于尽。柳泽打算终止实验，杀死死神。偷听的雪村将一切告诉了死神，已经得到足够多力量的死神打算逃离实验室。他赶走了想要制止他的雪村，触手开始疯狂暴走。一直在诱导实验的死神能完美控制自己体内的触手，这让柳泽怒不可遏。他将雪村一顿毒打后，召集卫兵对付死神。即使有堪称绝杀的触手地雷，柳泽还是无法阻拦死神分毫。发狂的死神在设施内开展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，并毁掉了柳泽的一只眼睛。最后，整栋大楼尽数被毁。知道自己只剩1年时间的死神放弃希望，决定和地球同归于尽。雪村却冲上来，紧紧抱住了想要离开的他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残留的触手地雷被触发，瞬间贯穿了雪村的腹部。死神悔恨不已，认为是自己害死了雪村。他获得了杀人的力量，破坏的力量却救不了最重要的人。雪村不后悔自己做的一切，只是希望他将最后的1年时间交给自己，去当老师，教教那些和他一样身处黑暗中的学生们。雪村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。死神拿走了雪村送他的领带，留下一封信后离开了。这一幕也是毛野看到的场景。死神想要改变自己，他想变得满身弱点，变得和蔼可亲。他可能会犯错，会露出凶残的真面目，但是他会竭尽全力成为一名老师，实现他的愿望。为了让学生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成长，他决定用自己剩下的生命构建这座暗杀教室。就这样，死神成为了沙老师，而教会他成为一名老师的人正是雪村。沙老师讲述完自己的过去，学生们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有关沙老师的回忆，可怕的、开心的、生气的、愉快的。他们这才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：他们真的要杀死沙老师吗？杀死这个全心全意为他们付出的好老师。杀死老师的最后期限是3月13日，那一天正好是闷秋中学的毕业典礼，新的1年开始了。而在寒假实施暗杀计划的学生一个都没有。朝天和几人一起去探望了住院的毛野，并向自己亲他的事情道歉。毛野表面上不在意，其实早就春心萌动。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教室里最厉害的杀手，然而朝田却能轻易地解除他的杀意，直击心脏。原来朝田才是天生的杀手。这次的事件让毛野对他们彻底敞开了心扉，这是以曝光沙老师的秘密为代价的。寒假过后，暗杀教室的第3学期开始了，但同学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得知了沙老师过去的他们，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拿起刀刃。比奇告诉他们，越是压抑自己的感情去杀死对方，失去的东西就会越多。朝田将大家聚集在了后山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他们都想要拯救沙老师。